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3月8号，星期一。祝大家妇女节快乐！哎呀，面具人我就感慨呀，这接下来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还记得面具人昨天说过要给大家透露一个两会的爆炸消息吗？我昨天没讲，很多人想知道究竟是啥消息。好，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个事儿。哎呀，面具人要讲的这个消息确实太吓人了。先给大家放一个视频，你们先听一听，感受一下，思考一下。我们来看，等一下，面具人先替猫神女士、悟空女士说两句话啊。最近这油管的风向不太对呀，有人上位，有人下位。面具人的观众朋友们的智商应该都是非常高的。你们应该能看出来啊，猫神女士最近被正反两面手法快玩死了啊！反正面具人我也是能看得出来的。这也就是挺穿了以后被一些狂热分子绑架了，现在想说点理性的话就会被针对的悲剧吧。那这个话题我们放在明天详细再说。今天主要是来讲讲你们最关心的房子和孩子的问题。今天这个节目你们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节目最后面具人我会宣布一个重大事情的。好，先来看看这个视频。昨日呢，教育局颁布了新规，学区房呢3月1日起开始实行学位制。什么是学位制呢？比如说你的房子现在是学区房，你的孩子呢在上小学，下一个买你房子的人，如果他的孩子是要上小学，那么6年之内他的孩子是无法在你房子学区范围内的学校去上学的。如果是初中的话，买你房子的人，他的孩子3年之内是不得在你房子学校范围内去上学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想要买二手房给孩子上学的朋友们就要谨慎了。你要看看他的房子的学位还在不在，如果没有学位的话，那么你的孩子在这个房子学区范围内是上不了学的。但是对于一手房来说，将会得到更大的关注，因为一手房的学位都是在的。听完了吧？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面具人之前讲的几期有关于房价的事情啊。我当时就精确的说过，共产党为了锁盘二手房，去他的一手房的库存，共产党是会给房子增加各种各样的附加值的。怎么样？又让面具人我说准了吧？目前在中国买房是要实行学位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家庭观念是非常严重的，父母奋斗一辈子基本上都是为了成就子女。虽然大部分的中国父母都不懂得如何科学的教育子女，但是呢，中国父母对子女的那份热心是西方国家的人很难比的。也不能说是难比吧，就是表达方式不太一样。西方人对孩子更加的宽松一些，中国人呢则对孩子的心更重一点。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房子现在被赋予了2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结婚和生子。在中国目前的这种环境，青年人到了30岁左右还没结婚，出去和朋友吃饭的时候都会被耻笑，对不对？更何况什么没有买房了，没有买车了。中国人嘛，吃饭喝酒吹牛逼的时候，不就是聊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吗？中国人其实就是因为这种面子文化，把所有的人捆绑得死死的。其实面具人我在国内做培训班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注重外表的，什么橄榄核呀、金链子呀、翡翠戒指呀，我是怎么装逼我就怎么打扮，戴的墨镜都是阿玛尼的。结果呢，到了我临快出国的前1-2年的时间，我基本上就释然了，出门干啥都是不修边幅的，衣服呢也就是随便穿着了，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这片土地了，别人怎么看我，我也无所谓。等我到了国外以后呢，我还是不修边幅，因为没人认识我呀，别人怎么看我，我更加的无所谓了，对不对？可是呢，还没有下定决心离开大陆的这个大染缸的人还是要继续的玩下去咱们这个面子游戏呀、攀比游戏呀、饥饿游戏呀。咱们来想一个问题在中国政府几乎是不给养老的，对吧？
在中国有句话是怎么说的？养儿防老，越是条件不好的家庭，越是要生孩子，等自己老了以后，靠孩子照顾自己嘛。甚至呢，孩子以后能成才，那更好，可以改变家族的命运，对吧？在中国，想要改变命运，应该怎么办啊？你没血统啊，你没关系，你该怎么办？说实话呀，只有好好学习这一条路，对不对？混个高文凭。就算是你以后不想在中国混了，你要出国留学移民，那你也要会英语，有高学历，对不对啊？更何况国内现在你家里面没点关系，你去哪里找一个体面点的工作，不需要高学历吗？对不对？所以说这学历可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甚至是能改变中国人命运的一个敲门砖。那么问题来了，你要有高学历，你首先得要有上学的资格，对不对？那现在的这个新闻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一套房只能有一个学位，学位用掉了，你全家就算把这个房子买了搬过来了，你也不能在这里上学，懂了没啊？那么问题就来了，很多人的二手房基本上它都是就近上学的，都是在本地上学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二手房他们的学位是用掉了的，对吧？这是毋庸置疑的。既然二手房的学位没有了，那什么样的房子才能有学位呢？当然是新房啦。这种现象，面具人在之前的几个谈房子的节目中也已经预测过了。共产党会把房子和教育，甚至是养老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观众朋友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手中的二手房的财富价值会越来越低。不仅仅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要让你手中的二手房不好卖，而且呢，以后数字货币出来了，那就是专款专用，对吧？那你的房子就更加的一文不值了。共产党有的是时间耗死你们，可问题是你们耗得起吗？红色贵族的资源是无限的，甚至红色贵族的时间也是无限的。红色基因，红色江山，代代相传。习近平说过吧？你们也听到过吧？大家仔细观察啊，在国内还是墙外，这些红三代、红四代，他们的这些红色子女已经开始接班了。在墙外呢，就做这个民主大师，统领墙外的反共人；在墙内呢，就做什么跑男明星呀、影视明星来洗脑墙内的小粉红。而且大家仔细观察啊，不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也开始搞房子的学位制了。咱们就拿西安来说，是二线城市接近一线城市的水准。现在西安的学位房也炒得很厉害，最高都能炒到10万左右一个平方。可是呢，这些房子在用完了学位指标以后，均价就只能达到1.6到1.8万一个平方，缩水幅度平均能达到40%以上。那么这就会造成好几种心理，比如刚买房的被套住的，或者是买房心切的人，他们认为房价涨好得很。可是呢，想要卖房的人却因为学位被用掉了，房价缩水一半而舍不得卖。又由于这些人确实是舍不得卖，给这些还没入场和刚入场的人就造成了原来房子真的是宝贝，他们舍不得卖的假象。于是呢，共产党设下的心理完美的套住了所有的人。你们看外国的房子啊，咱们就拿澳洲来说，上学和房子不捆绑，你想在哪儿上就在哪儿上，并不是说你想在哪儿上学先得买房子。而且呢，澳洲的房子也是永久产权。国内的一套100多平方的房子能换澳洲的一栋别墅，而且呢，澳洲这边的房子租金回报率很高。你在国内买一套房的钱，在澳洲能买一个带前院、带后院、带车库，全部精装修、装修好的房子啊。很多中国人在这里买了房子以后呢，自己住一间，剩下的3间4间租出去，一个月呢就能收1-2万人民币的租金。
平时他啥都不用干了，就是吃喝玩乐，呼吸健康的空气，吃健康的食品，没事看看电影，遛个狗遛个鸟什么的。而且呢，房子是永久产权，子子孙孙都能住下去，自己的孩子以后娶媳妇儿也不用说再另外买房了。那这样的日子过着不香吗？如果你觉得光靠房租赚的钱还不够，你在澳洲出去打扫个卫生，洗个碗什么的，干兼职1小时70、80块钱，有些地方呢1小时100多块钱，你一天呢干个兼职也能赚个几百块钱，多好的！如果各位有想到海外置业和移民转移资产的需求，一会儿呢在节目最后听完我的节目，我会把我的联系方式留下的。你们看国外那么的好，你一定要在国内找虐吗？有些人会说了什么放不下国内的亲戚朋友之类的。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你这不是奴性吗？你如果真的是为了你的亲戚朋友好，那你就应该先把你自己混好，让自己不要成为他们的累赘，让他们在未来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有力量能够帮到他们，而不是你以后混得不好了还要找人家去借钱。其实从科学原理来看，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共产党能打出这么强力度的铁锤砸到中国人头上，它一定是有着力点的。共产党能玩这些套路，只能证明中国人吃这一套，对不对？中国人为啥吃这一套呢？面具人在节目的最后再给你们解密。咱们继续说房子的事儿中国现在一手房的库存量是非常大的。咱们再想想，二手房是私人资金，一手房是直接帮党吸纳热钱，国家卖房钱进国家口袋，可是呢私人卖的二手房，这些钱呢是进不了国家的口袋的，对不对？反而呢会被这些房东卖了钱了以后，好多人去移民。面具人说这个话没毛病吧？那么问题就很简单了，你私人能和共产党抢生意吗？不能吧。中国有数量非常庞大的二手房和小产权房，这些房呢，要么就是被改造加入中共的公租房、廉租房项目，帮中共赚租金，要么就是作为绊脚石被中共清理掉。那怎么清理？肯定是强拆了，对不对？你们看这张图这个新闻是真的面具人，我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震了一下惊呢。我觉得这是假新闻，我想不会吧？共产党再猛也不敢这么狂妄的呀。你看他是怎么写的？被征收人注意了，人民法院批准的强拆行为将不能提起行政诉讼。那么人民法院代表谁呢？代表党呀。这话说的都是屁话，对不对？党想要强拆谁，党当然是准许的啦，对不对？那么这个新闻是这样讲的，我念给你们听在征地拆迁中，不管是城市拆迁还是农村拆迁，听好了重点不管是城市拆迁还是农村拆迁，也就是说城市的房子也是可以拆的。说白了，党想拆谁，管你在哪儿呢？想拆就拆，要拆得痛快。继续听，被征收人总有一种我不签字儿，征收方就不能拆我房子的误解。但是在我看来，造成这种误解的产生都是咱们被征收人不了解拆迁方面的问题而造成的。那么在实践中，被征收人不签署补偿协议，征收方就没办法了吗？怎么可能没办法呢？党这不是把拆迁给合法化了？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是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且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是不提起行政诉讼的，在补偿决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在满足不签补偿协议后，也拒不搬迁的话，征收方是有权利向当地行政机关申请司法强拆的，懂了没？以后呢，就是合法强拆。你什么上诉呀、行政复议呀，这都是扯皮蛋的话。拆你的人就是行政，拆你的人就是党。怎么了？你把党告了，你把习近平告了去，你试试看。你看老外给咱们中国人起的英文也是很形象的呀 ，Chinese， 拆你死。哼，来继续听啊。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法院准许的强拆行为，被征收人将不能再以此提起行政诉讼。刚才不还是提到了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吗？怎么到了这里又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了呢？来，我们听听党是怎么解释的。听好了啊，绕口令来了，共产党它就是这样。简单的话他就给你复杂的说，怎么绕口怎么难理解他就怎么说。听好了啊，人民法院作出非诉执行裁定后，当事人起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因非诉裁定认定该征收补偿决定合法有效，并准予强制执行，且该裁定已送达并发生法律效力，意即该征收补偿决定的合法性已被人民法院生效裁定所确认。简单的来说，就是党想拆就拆，党给你补偿协议，你不签的话也是要拆的。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逻辑啊，那就是拆迁可以，但是呢，你的补偿要合理。你补偿合理了，你爱拆就拆嘛，我们无所谓呀，对不对？观众朋友们，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的逻辑，对吧？可是呢，中国发生的强拆的前提往往是国家的赔偿不合理，老百姓觉得自己被拆得很亏，所以不愿意被拆，对吧？只有少部分贪得无厌的漫天叫价的人，但是呢，大部分被强拆的确实是不合理。那为什么会不合理呢？观众朋友们，你想想啊，你有枪，你也管法律，就像你能一脚踩死蚂蚁的时候，蚂蚁要和你讨价还价，你能听得进去吗？对不对？现在能想明白了吧？你都能想明白这个问题，那党能想不明白吗？而且党为了把劳动力和消费市场集中，把上学改变命运就显得格外重要，党还是会在这方面下功夫的。面具人前几天也是在节目中精准地预测了，党会把有消费力的人继续诱拐到能吸水的一线城市养套杀。共产党不但搞了各种限制小孩学习的计划，比如不让孩子学英语，中考只能考一次，想要在当地上学必须先在当地买房。什么？你想中考考2次？等一下我告诉你啊，尤其是这个中考只能考1次的事儿啊，太日狗了。很多家庭一般的，或者是父母文化水平一般的孩子复读是很常见的。可是呢，以后这个机会都不给你了想要有这个机会啊，你就去深圳买房，在深圳买房买一手房，你的孩子可以复读，那其他的城市就不行。朋友问我说，深圳的中考生允许复读吗？原则是不允许的，但是如果是生物的学生是有办法复读的。那么第2年参加中考是以社会考生的名义报考中考的。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这就意味着你孩子能不能上高中，能不能复读，要看房子在哪儿，要看你的房子多值钱。那深圳的房子现在40多万1个平方呀，也就是说一个复读名额值1000金呀
千万级别的。那你们知道这就意味着什么不？这意味着孩子上不了高中啊，尤其是穷人的家里，孩子更上不了高中。然后呢，他又不会英语，出国是不用想了。因为上不了高中，学历也不高，在国内呢也找不到好的工作，那怎么办？上技校呗。上完技校出来就当这种技工或者是苦力，要么进工厂，要么去种地。那这块的人才也是党迫切需要的，只是人民没得选，懂了吗？你们要知道，一个人越是没得选，他也就越没什么权利谈工资待遇了啊，因为你没得选啊，能给你工作岗位都不错了，对不对？党就是要你没得选，你知道不？你们现在看看面具人，我去年说的怎么样？以后老百姓会越来越活不下去，想要活下去，那你就会越来越艰难，那越来越艰难，你才会越来越努力的去工作。看，现在回想一下我之前的节目说的准不准？现在中国的老百姓选择的范围是不是越来越少了？来，再给大家说一个新闻啊，你们听听啊，全国人大代表张宏伟建议缩短教育教学制，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那这个新闻非常的经典啊，你们仔细听好了，这个是关乎于你们子孙后代未来的，仔细听好了哦，很恐怖的哟。2021年全国两会正式拉开帷幕，全国人大代表张宏伟提交了一份关于调整中小学教学制的建议。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富强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何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不断推动教育改革，成为了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问题。张宏伟表示，正常情况下，一个孩子从7岁开始上学，高中毕业是19岁，大学毕业是23岁。如果再接受研究生教育，走出校园时已经就是26、27岁的高龄了。如果遇到就业困难，很可能找到合适工作的岗位的时候已经接近30岁了。如果是女性，按照现有55岁退休的规定，她工作的时间还没有读书的时间长，这个学制太长了，推迟就业时间，社会各方面压力又会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如教育成本高、增加家庭负担、婚育时间明显延迟、老龄化问题显著等。那你看啊，这个张宏伟的意思说白了就是韭菜能够在青壮年时期的劳动力时间太短了，并且呢退休时间太早了啊，然后呢大家在学校的时候又不能生孩子，看学习时间太长了，那就应该缩短学习时间，延长劳动时间，对不对？这就是他的意思嘛。看，压缩学制可以使大学毕业后进入工作的时间提前2年，正值20岁左右的人生黄金年龄。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工作、事业、家庭就有更充足的时间打理与分配。对此，张宏伟提出3点建议：一是缩短教育教学制，小学由6年制改为5年制，高中由3年制改为2年制。学制缩短能有效减轻家庭负担，缓解老龄化程度，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丰富社会劳动资源等。2是高职和普通大专实行开放教育，高职改为春秋2季招生，开学时间为春季每年3月和秋季每年9月，学制为2年。普通大专学制改为2年半。开放教育是一种全新的办学形式，入学不用考试，业余时间学习，采取教师面授辅导与学生利用网上资源自学相结合的办法。学生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进行学习。3是推进10年义务教育，即小学5年加初中3年加高中2年的学制。
如果按5+2+3的模式，这将大大优化我国人口的知识结构，进一步提高国民整体的文化素质，同时缓解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低、人口红利消失、延缓退休等社会压力。面具人，我个人觉得首先缩短教学时间就能提高中国人的文化素质，我不赞同。然后呢，就是人口老龄化并不是由学习时间的长短决定的，人口老龄化就是人口的问题，反而呢还和人的知识水平相关联。如果老百姓都能懂人口结构的重要性，反而有利于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其实10年义务教育就意味着人们到了17岁，甚至到更早的时间，人们接受教育的义务就完成了，就是合格的劳动力就能参加工作去劳动了。我们要知道，共产党调低了刑法的审判年龄，调低到了12岁，调低了合法生育年龄，调低了义务教育的时间。那么接下来调低成年的年龄，或者是就业的年龄，未满18岁也可以就业，这一点面具人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意外的。共产党已经开始认识到了知识的危害性，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知识越多越反动。事实上呢，确实是这样的，文化水平越高的人越属于自由派，知识越丰富的人道德底线也就越高。反而呢，我们看文革时期的红小将、红卫兵，他们都是学业未成，年轻，做事儿冲动，没底线，没有社会经验，所以呢，他们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所以呢，红卫兵造成了惊天动地的破坏力。共产党从文革吃到了甜头以后呢，你看现在油管上造谣的、污蔑美国民主制度的民主五毛也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是年轻人。咱们看共产党现在还有一块中国人性的绊脚石，那就是亲情、孝道、传统文化。为什么面具人我会这么说呢？其实呢，面具人我觉得中国整体急速堕落的情况下，唯独能让中国人还有真情流露的，无外乎就是亲情了。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情深意重是外国人很难比的，很多父母都可以为了孩子去死的，你们知道吗？也就是说，共产党如果想对老百姓动手，加倍割韭菜，割得更狠的话，他们的父母会为孩子豁出去的，同样他们的孩子也会为父母豁出去的。中国的这个亲情是很牢固的，那这样的话就不利于割韭菜了，对吧？中国人就在如此一盘散沙的情况下，至少孩子跟父母还是能非常团结的。所以你看习近平，他现在既然半闭关锁国了又不让老百姓学英语了，又不让老百姓办护照了，在这个前提下，把老百姓都锁住的前提下那么习近平就要斩断亲情这个不稳定因素。昨天面具人我说了，共产党现在带节奏写故事，号召当妈的把自己的孩子器官捐了，这是要斩断父母对孩子的亲情。不仅如此，孩子对父母的亲情也要斩断。全国政协委员陈仲义建议996之下应该让孩子住校，强烈呼吁有条件的一定要实行住宿制。全国政协委员陈仲义认为，此举是父母因为工作无法接送照顾孩子这一现实难题的解决办法。孩子住校的集体环境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也能避免老人带孩子等隔代教育观念不同而带来的影响。此外呢，陈仲义建议，在教育投资增长的背景下，校方也应该推行住宿制。听懂了吧？这个建议其实也是共产党的一箭八雕的把戏。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政策，同时斩断了父母对孩子的亲情，也斩断了孩子对父母的亲情，增加了父母劳动的空间和时间，增加了孩子在学校洗脑的机会，增加了学校的收费点，强化了集中管理，物化了父母，对不对？
如果说父母和孩子几乎没有相处时间了，那么父母对孩子来说就只是个交学费、卖房子、买嫁妆的，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工具人了，对吧？面具人我之前是搞培训的啊，我也做过很多年的心理咨询。我告诉你们，从小住校的孩子，他们心理有缺陷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懂了没？那么有亲情在啊，中国人至少在面对自己至亲的时候还能存在一丝人性。即便是如此，你们看中国人还是如此的唯利是图、欺软怕硬，没有底线。那如果说中国人的孩子从小连家庭的这个概念都没有了，你觉得中国人会可怕到什么地步呢？以后你们每个人就是纯粹的工具人，没有任何的亲情，没有道德，而且呢，你们没有选择权，只有工作的权利，只有学习思想的权利，只有接受的权利，只有歌颂伟大党的权利。不过面具人，我觉得共产党现在确实有点急了呀。中国人的奴性就是源自于千年不变的家天下文化、孝道、儒家思想呀。奴性它就是奴隶的性格、奴才的性格，这个性格体现出了一种没有意志自由的，或者是甘愿屈服于他人意志的人格。那么人格的贵贱表面上体现在了人类的社会等级制度上，从奴隶到平民，到当官的，再到统治者，是个由低到高的金字塔型的这种阶梯统治的阶梯地位。由于奴隶从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从属于他人的，奴隶不能有自己的个性，所以呢，奴隶是在社会等级中最低的。而统治者呢，由于他们具有对自己和对别人最大的支配能力，所以呢，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是比较自由的啊。那么这个统治者，他相比于奴隶，他就是高贵的人。然而呢，奴性却并不只体现在奴隶中，精神的自由也不一定都会体现在统治者身上。比如在奴隶中也能见到有些充分的具有人格和追求还有自我意识的人，就像斯巴达克斯、陈胜吴广这些底层人，对吧？这样的底层人，他们虽然地位很低，但是由于他们不去被统治的精神啊，敢于反抗的精神，他们的人格也是高贵的，他们也是能够改变主宰自己命运的。而那些地位很高的人，也不见得就充分的有自己的自由和尊严。比如中共的官员，这些民主大师舔狗，对吧？或者是那些红三代、红四代世袭的贵族，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们就要去遵循这个体制的规定。所以呢，地位的高低并不见得就能100%的决定人的精神上的高低。而我们要说到奴性的这种特殊人格啊，面具人，我告诉你啊，其实奴性它未必是指的人目前的地位，它往往指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啊，指的是人的精神方面。所以呢，可以下个定论，就是人格的高低贵贱，个人的精神自由的程度，它只是一个心理准绳啊，它并不是指的你现在的地位。越是能支配主宰自我人格的人，他就越高贵；越是不能主宰自我人格的人，他就越低下，奴性也就越强。比如很多的中国人说到出国呀、做生意呀、改变自己的命运呀，他往往都会考虑别人是怎么想的，考虑他父母是怎么想的，考虑他朋友是怎么想的啊，永远都是别人怎么想的。他自己没有大脑，他自己无法产生自己怎么决定自己怎么想的，所以呢，他就是奴才，懂了没？这种人他自己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概率是非常低的，这种人生来就是奴才啊。也或许是他生来不是奴才，但是呢，
他现在确确实实的是奴才，并且呢，他今天是奴才，他明天也还是奴才，他后天未来还是奴才啊，他很难改变，几乎是无法改变的。这种人呢，他必须是要被虐得死去活来，虐得跟条死狗一样，他才有一点点可能会改变，懂了没？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面对奴才的时候，你脚把他往屎坑子里面踩，他也把你怎样不了。这个是共产党每个官员都知道的，把这些底层贱民，把你们电视机前的、手机跟前的这些烂人啊，把你们的头塞到毛屎坑里面吃屎，让你吃屎了又能怎样啊？你不还是个底层垃圾吗？哼，你自己都改变不了你自己的命运，你还指望谁帮你改变命运？共产党、美国人，你爸你妈，你吃屎去吧你！我们再来说说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是很讲究等级的，喜欢分高低贵贱，可是呢，却不太看重精神自由的程度。而这个高低贵贱的标准等同于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的最小单位就是家庭。在家庭中是以长幼尊卑来界定地位和权力的高低。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骂人爱用孙子一词呢？就是因为孙子就是奴才和低贱的代名词，因为孙子在各个家庭里面是最年幼的，辈分最低的，也是最没有精神自由的。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孝是首当其冲的，所谓百行孝为先，孝是为人之本等等。儒家的先辈们把孝的观念发展得淋漓尽致，连子女在父母生前该怎么做，生前该怎么做，到了父母身后该怎么做，死后该怎么做，都有明确的指示。父母在，不远游；父在，观其志；3年无改于父之道等等。更不用说什么24孝里面那些反人性的玩意儿，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几千年来啊，孝一直是衡量中国人好坏的第一标准。人们一旦被扣上不孝的标签，他也就没办法做人了，混不下去了，被人唾弃，被人瞧不起。传统观念认为，孩子从生下来就欠了父母的生命之恩，所以呢，做儿女的首当其冲的目的就是满足父母的意志，以报答这个生子之恩、生身之恩、养育之恩。但是从逻辑上来讲啊，从科学上来讲啊，孩子被生下来并不是孩子能选择的，对不对？你生这个孩子之前，你有征询这个孩子的同意了吗？是孩子逼你把他生下来的吗？没有吧？那么既然这个孩子被生下来了，更多的可能是你决定要把他生下来的，是你强加给他的生命，对不对？甚至是这个孩子说不定就是父母的激情的代价而已。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甚至父母是欠孩子的。你生了他，你就有义务教好他，让他过得快乐，并不是说你生了他啊，你要奴役他，你要他满足你。所以说，中国人的逻辑性差，和这种强调纯粹的孝顺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呢，孝道呢，咱们想明白了吧？是以牺牲儿女意志和维护长辈利益为基础的，从而达到保守现成传统、稳定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目的。这也是儒家思想的最初目的。那么为了这个目的，孝道是不择手段地树立长辈的地位和权威，赋予长辈在行为上和精神上控制儿女的权利。在以孝为纲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中，凝聚几代人的关系绝不是自然的情感，而是一种晚辈对长辈的绝对服从和崇拜。那么这种服从的关系的确导致了家庭甚至社会的稳固，但是呢，它同时也导致了晚辈的主观意志和人格尊严的丧失，认知能力变差，没有这个思维能力，没有主宰自己的能力。那么
晚辈服从长辈，这种服从呢，也正好培养了中国人容易驯服的个性，这就是奴隶的特性。面具人，我不知道中共现在斩断了这种制造奴隶思想的基础啊，把普通的家庭单位把孩子全部寄托到学校，会不会是自掘坟墓？又或者是中共发现了更好的制造奴隶的方法，比如回到文革时代，党是大妈妈，父母是小妈妈，孩子以后听不听父母的话，要看孩子首先听不听党的话。不知道你们怕不怕这种情况出现？反正面具人我是怕了，所以呢，我劝大家快跑吧，趁现在还来得及。中共他以后推出的各种政策啊，目的只有2个：集权、集权再集权。第二个目的就是压榨、压榨再压榨。怎样能少花钱，他就怎样少花钱；怎样能从奴隶身上压出更多的油，他就怎样去压，反正奴隶不会反抗。前几天不是号召大家捐器官吗？那么能免费拿来的器官，中共的这些党员高官他能不开心吗？对不对啊？先让你们的孩子都帮忙存储着，然后呢，环境污染了，反正以后大家都要得癌症，那得脑瘤、脑部疾病的人挂掉了，他的身体还是能用的嘛，对不对？啊，就算不得病不挂掉，那你的孩子从小强制在学校读书，不让回家，你要掏住宿费，掏更多的费用，你的孩子不能继承你的意志，不能跟你交流思想，你的孩子是继承党的意志，懂了没？那你觉得你生这个孩子是给谁生的？党只是借了你的肚子把这个种给拉了出来，以后的中国还有你的好日子受呢。趁现在还来得及，快点跑吧！2021年是你们最后能走的机会了。不管你们信不信面具人的判断，那我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个政治问题很多都是被面具人说准了的。那面具人，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今年年底疫情开放了以后，共产党还是会放一批人出去的。这个时候就是你们最后出去的机会了。如果大家有出国移民、转移资产之类的需求，可以看视频下方的内容简介，加我的 Line， 或者是给我发邮件。至于那些什么犹犹豫豫的，哎呀，要看别人怎么想，要听父母怎么建议，要看朋友怎么建议，那你们决定好了再来联系面具人，大家不要互相浪费时间。别说你的亲戚朋友怎么想了，你觉得你过得不好，你想要出国，可你又要别人来给你做决定，让你的亲戚朋友给你做决定，你又害怕出国吃亏，你想旱涝保收，你他妈的你就是个奴才，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在猪圈里面待着吧，猪圈里面可以旱涝保收，管吃管住，对不对？你这种人啊，活在中国就是个累赘，知道不？只能害人害己。哎呀，说实话，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把自己先过好，不当累赘，不要害人，互相放过对方 OK， 自己强大了以后才能去帮别人，你才有能力去帮别人，别满脑子都是那种奴才寄生虫思想了，好不好？啊，听别人的意见啊，听别人的指挥，还想旱涝保收，两边都沾，又想出国，又不想付出代价，又想出国，还不想付出辛苦努力，哎，觉得出了国了，到民主社会了，别人就能管你了，别人就能给你好生活了，别人就给你工作了。想要出国了，是不是还要先在国外给你找个妈把你管上？是不是还要在国外给你找个老婆，给你把屁股擦上？犹犹豫豫的想在国外给自己找一个100%的保障，那面具人，我告诉你，100%的保障在哪儿？就在中国，就在习近平的中国梦里面。你想要旱涝保收，你想要啥好处都沾，那你就继续留在利害国里面，新闻联播天天都给你好处
啊，习近平思想里面天天都给你中国梦，你就继续留在奴才国当奴才，继续留在国内当累赘害人吧你啊，害人害己呀，你这种渣子，巨婴思想，真的，面具人，我告诉你们，你们谁有这种思想，你们就没得救了，你完蛋了，懂了没？